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皮。很久之前就盘点了一下拥有皮亚丘的8位训练家，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来介绍一下那些拥有雷丘的训练家吧。第一位，马志士的雷丘。马志士的雷丘一登场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压倒性的实力，疯狂爆锤拿入手的皮神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得知这只雷丘是操作进化的，在皮亚丘阶段没有经过任何培养，因此速度很慢，属于赶工品，所以皮神就利用这点打败了他。事后马志士也认可了小智皮亚丘的能力。第二位，凯莱的雷丘。凯莱的雷丘登场于神奇宝贝无印第91集，这只雷丘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胆小，害怕的时候就会放电，因此凯莱都不怎么敢碰它。后来我们得知，原本凯莱的雷丘性格非常阳光，但就是因为凯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不能接受他爱的电击，所以就导致他们的关系一直不怎么亲密。当看到小智和皮亚丘关系这么好时，凯莱就向小智请教，但小智根本说不出什么。其实秘籍就是多被电几下就好了，看小智皮亚丘不就是这样吗？越电越亲密。后来通过火箭队神助攻，凯莱与雷丘的关系就逐渐变得缓和。事实证明，确实多被电几下就好了。这一集有2个看点，第一个就是人类给神奇宝贝配音，喵喵还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同伴，激动的都快要哭出来了。第二个看点就是皮亚丘与雷丘的同台表演了。第3位，好田地的雷丘。好田地的雷丘名叫软糖，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一只皮亚丘，因为不能帮助好田地打碎茄底果，还跑到外面去修炼去了。因为他的不辞而别，导致好田地非常伤心。这个时候小智一会儿出现，好田地的孙女蛋咪请求让小智皮亚丘冒充软糖几天，小智只好答应了。但是呢，这肯定是瞒不住的。好田地没过多久就知道了真相，理由是史莱福特的感觉不对。不过还好，在火箭队出现后，好田地的雷丘软糖回来了。此时的他还学会了企鹅拳，一下子就狂虐了火箭队，感觉这只雷丘好厉害啊！这一集同样有2个看点，第一个看点就是皮神的演技了，要冒充别人的神奇宝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第二个就是小智对战皮亚丘了，当时小智可是完全放不开呢。第4位，山地研究所的雷丘。当时小智一伙参加了山地博士举办的神奇宝贝暑期研究会，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要使用陌生的神奇宝贝对战。当时小智挑中的正是雷丘，然这只雷丘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怕生，一见到小智立马就挖地洞。为了获得他的信任，小智没少吃苦头。最后呢，小智用它对战小葵的猛火猴。由于时间有限，双方也算是打成了平手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小光在这一集里选中的神奇宝贝是臭泥，而这只臭泥相当喜欢小光呢。第5位，圣的雷丘。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自大，让人完全就喜欢不起来。但唯一能值得称赞的是，他觉得小智的皮亚丘很强，算你还有点眼光。为了能凑齐最强皮丘、最强的皮亚丘、最强的雷丘，他提出要和小智交换。当然小智是不可能答应的。这个人的雷丘感觉就像是马志士雷丘的翻版，在与他第一次对决里，小智采取的方式跟以前对付马志士一样，都是直接硬拼。而相对于体力来说，肯定还是雷丘要更加厉害一些的。而且这雷丘还学会了破坏死光，所以皮神自然就败下阵来了。尴尬的是，小智这丢脸的样子又被真丝给看到了，真丝就直接提出让皮亚丘进化吧，这样或许就能打个平手。于是后半段就围绕皮亚丘进一步进化展开。结果当然是 no。 小智皮亚丘经过一番特训后，第2天就又去挑战他。这次呢，又是根据以往打败马志士的方法，不过又要高级一些了，躲避的方式非常高级。瞧这帅气的动作，这只雷丘自然就GG了。第6位，路亚的雷丘。路亚的雷丘是阿罗拉地区的，阿罗拉地区的雷丘不仅是电系，还有超能力的附加属性，因此他们可以骑着尾巴四处漂浮，简直不要太酷。路亚的雷丘是上一届松饼竞赛跑的冠军，而在这一届的比赛里，由于火箭队的捣乱，不对，是由于神兽川州熊的打扰，导致皮亚丘和路亚的雷丘一时懵了逼，结果就让树整尾熊获得第1名，而皮亚丘和路亚的雷丘并列第2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能点个赞，最好收藏一下。我是亚皮，咱们下期见。